我们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 MSC 荣耀号的邮轮行前懒人包。那么大家好，我是两只熊的 Teddy， 我是熊盖赞。好，那我们在这一次呢，有机会未来在明年度的时候搭乘 MSC 荣耀号的邮轮。那这个邮轮呢，即将也在台湾的基隆港开航了。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旅游业从业人员来讲的话，跟台湾的邮轮旅游的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件非常期待的事情。那么在之前曾经搭乘过从威尼斯出发的邮轮，也是 MSC 的邮轮。那我们我们这个是好几年前了，在疫情前，好几年前到威尼斯到希腊，那也是坐这个邮轮，然后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们也拍摄了很多照片跟影片。可惜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在使用 YouTube 所以没有用横的记录，我们都是用直的记录。我们整理了一些即将搭乘 MSC 荣耀号邮轮的一些疑问呢，希望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这一部影片呢是拍摄给即将出发还有正在准备要购买 MSC 荣耀号邮轮的一些船友们一起来讨论跟分享。那我们整理了一些可能会有不详尽的地方啦，因为这个是希望大家在留言处帮我们补充毕竟这有许多搭乘 MSC 邮轮前会担心的一些问题，那也是需要去做许多的功课来这个要分享给大家，所以请您务必详细的了解，那也可以订阅掉我们这个频道这样子。那首先我们先讨论呢，冬季的东北风会不会晕船的问题。那么 MSC 荣耀号邮轮从基隆出发前往冲绳、石垣岛，晕船的机会大？关于这个问题呢，总体来说，晕船的机会比较小一点，因为 MSC 荣耀号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之一，那船舶的稳定性呢也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行程的海况虽然会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冬天整个来说还是算平稳来讲的话，因为它很大。这样子，它东北季风会晕船吗？晕船其实这个我也是很担心啦。但是关于东北风这一方面会导致海况发生波动的部分，一般来说呢，冬天的东北季风影响只会持续几天的时间，而且通常都是在白天的时候，晚上这个风浪比较小，晕船的机会也比较小一点。那我们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下出航，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晕船？就是有几种方法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帮助于您预防晕船。首先呢，选择在船舶的中心的位置，你订这个船的时候，你可能考虑可以减少船摇晃比较中心的部分呢，它可能摇晃的次数也会比较少一点。其次呢，保持视线望向远方就是有窗户的话，可以看窗户外面的海平面，那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就是比较不容易因为船一直摇晃，然后密闭空间，可能也可以因为服用一些那种晕船药来帮助你比较减少晕船的可能那半夜船开动的时候是否会摇晃？就是半夜的话，通常会有一些摇晃就是有点像震动或者是像婴儿摇椅，但总体来说呢，船舶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如果您担心就是晕船的话，可以选择船身较中央的舱房，或者是多休息，避免就是久坐可以起来走动一下这样子。那冲绳邮轮下岸的行程的交通方式？冲绳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到冲绳我们一定会想要下船嘛，但是它除了有美丽的海滩呢、丰富的自然景观之外呢，那么就是它有一些独特的文化，也是我们很好奇的部分这样子。那当然会下船咯。那我们要怎么从邮轮的港口到达那霸市区呢？我们其实有蛮多种选择的啦。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搭计程车啦。你可以在港口附近找到一些计程车站，或者是使用一些 Uber Eats
好，在Uber 不是 Uber 轿车，那计程车的费用呢会根据距离还有时间来做变化。一般来说呢，从港口到市区，那霸市区的话，单纯费用大概是2000日币左右。那你可以事先准备一些想要去的景点啊，把它印出来，或者说放在手机上面给计程车司机说我要去哪里，然后告诉他名称跟地址，这样他就可以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了。哦，那假如我想要去远一点的地方，或者是玩一整天那没有问题啊。我建议你就预约啦，你就是预约包车，对，你可以用更自由的方式安排你的行程，你可以用自己的规划路线还有时间哈，而且有专业的司机带你去做向导，那他可以用有的司机不能保证，但是有的司机可能会说中文，那会说中文可能稍微贵一点。包车的费用会距离车型还有时速的不同的，一般来讲的话，4个人坐的车呢，就是比较小型的话是5000块日元左右。那如果9人坐的那种比较大一点点的话是7000日元左右。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一些有提供中文或英文司机的包车的公司，像 TABIRAI 的然后 JAPAN 像这样这个网站，然后或者是说酷冲绳有像这样的网站呢，都可以提供那种就是包车的服务。那如果什么都不想做功课，一家老小都能被照顾到吗？那你就要参加一些岸上的观光团的行程，这样你就可以不用花时间，也不用自己动脑筋，那么当一个废人，就是不用花时间动脑筋，也不怕跟家人吵架的方法，就是你要参加一些像邮轮举办的旅游团。像这种旅游团呢，那旅行社它有卖，还有这种岸上的观光团在MSC 的官网也有贩售这样子。那这些观光团它会安排你呢去参观一些冲绳的各种景点呢，还有岸上的观光费用也会根据它的行程的不同呢，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讲，半天的话是3000日元左右，那如果全天的话，大概6000日元左右。你可以在邮轮公司的官网，或者是联系你购买的旅行社加购这些岸上的旅游或观光团这样子。那如果想省钱的话，如果最省钱的方式就是自己走路了啦。像如果我们可能会选择自己走路，就是从这个游艇，这个不是那个叫 MSC 的这个邮轮上面走下来，一直走到国际通的话，大概用 Google 地图拿在手上看，然后一边走一边看，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到这个冲绳的国际通了，所以其实还蛮近的，不是算很远，对。那港口附近会有交通工具或者公车可以搭乘吗？有就可以搭乘5号公车那就是出去大概港口附近就有公车了。那这样车资大概是多少钱？就是如果以车资来算，你可以看到5号公车的时刻表然后你看到就是可以到达国际通这个它的路段大概是200块日元左右。那公车上是不接受信用卡的，所以你最好身上必须要带一些日币左右，或者是我记得他们也有他们那个悠游卡之类，对。那我怎么知道要在哪里下车？你可以根据公车的站牌上面的站名，还有路线图来研判。有的时候我们会把 Google 地图带在身上，其实你就是 Google 地图有网路的话，它就会直接标注你现在的位置这样子。然后大概是在第4站左右的松尾站下车，你就可以看到唐吉诃德就在旁边，对，一下车就可以看到了。我想问看看，坐飞机有旅平险，坐邮轮有没有旅游保险？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邮轮旅游近年来是越来越受欢迎的啦。好，那这样子可以一边欣赏美景，又可以一边乘坐邮轮吃东西吃到饱，住宿又很舒服，都完全不用担心。不过
邮轮旅游最担心的应该是有一些风险存在哈，像比如说班机延误啊、行李延误，或者是一些损失，像行李遗失或旅游的伤害保险等等哈，像这些身故啦、意外伤害险啊，这些都会有承保的单位在做。不过呢，这个细节要再说明一下。哦，那如果发生这些意外该怎么办？这个说得很好。那像这个邮轮旅游综合险呢，它可以派上这个用场。邮轮旅游综合险是一个比较少的险，就是它比较少人在乘坐邮轮度假哈。但是邮轮旅游综合险它包含了一些不便险啊、平安险啊，像这样子的旅游保险的保障内容，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意外的时候获得一些保障，这样子。所以在台湾有哪些保险公司有推出邮轮旅游综合险？对台湾只有一家，对，就是兆丰产险，它是针对邮轮推出的兆丰产物新邮轮旅游综合保险。那针对这个国内外邮轮推出的一些专案哈，除了原定的旅游保险之外呢，还有不便险的保额加码。还有增加了直升机的搜救费用哦。希望不需要用。我也不想用，你想乘坐看看直升机，可以不用这个方法，然后自己花钱去做就好了。那其他的保险公司？其他的保险公司如果是国泰产险，还有和泰产物保险、安达产物保险，这些虽然是提供旅游不便险哈，还有平安保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方案都可以在邮轮上面纳入保障的范围。目前国内外执行的保险，目前只有兆丰，对。所以目前是只有兆丰。那所以我们在邮轮上有趣的派对，是不是？这个。就是叫白色派对哈，它是一个 MSC 地中海邮轮的传统之一。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没有参加，因为我们没有带白色衣服。对，每次航行都会举办的一个派对啦，就是所有的乘客都跟船员呢都可以穿上白色的衣服，像这样的衣服，但是全白的，还有裤子也是白的，然后在甲板上跳舞。还有唱歌、玩游戏，最重要的就是要穿白色的衣服。那一天最好，因为天气冷，冬天可以穿长袖的哈，晚上会比较冷。那可能夏天晚上也可以稍微穿个长一点的。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吗？假如没有带，像我们上次这样子。对，像我们那样子的话哈，你就要去邮轮上面买。那或者是说其他的人有穿多的可以借给你。那基本上这个派对呢，你也可以远远的看啦，也不见得说一定要在里面。你可以参观他们就是在旁边观摩，看他们玩的怎么样。其实不见得一定要进去，不见得对，在那个旁边看。那这种派对是什么时候会举行？一般来说是邮轮的第二天晚上。对。那 MSC 荣耀号邮轮的主餐厅有哪些？主餐厅 MSC 荣耀号邮轮有3个主餐厅，分别是灯塔餐厅、还有樱桃餐厅、还有海王餐厅。那其实每一间餐厅主餐厅的菜色呢，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不管到哪一间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每天晚上都会在哪家餐厅吃？你可以每天晚上其实你是分配不到同一家主餐厅，同一个桌子，遇到同一群人。你可以在房卡上面找到你的餐厅，还有你的桌号，上面都有写。那如果迟到还可以进去？一般来讲呢，你只要超过15分钟以上，你就不能进去了。对，你就要到自助餐厅去吃饭，超过房卡时间入座是禁止进入的。那可以在不同的餐厅吃晚餐吗？其实我也很想就是每一个餐厅都试试看，但是很抱歉不能的换到别的主题餐厅呢，可能会影响到分流，也就是说，它主要就是把所有人分成3个餐厅。如果想到别的餐厅吃饭呢，会因为你不在那个餐厅名单里面，就没有办法刷卡进入。所以就是像你迟到10分钟也不能刷卡？不行。它就是要分流的意思。它就是规定你想要参观别的这个主餐厅，你可以订第2次的这个，看看有没有运气好，下一次被分配到不同的主餐厅，这样子。
那假如我带家人人数比较多，可以预约大桌吗？基本上是可以的。那你可以提前的预定4人桌、8人桌、10人桌，你可以在服务台登记同行的家人，就是这一群人都是同一个家人，那你就可以在安排在同一桌吃饭这样子。对。那 MSC 的应用程式 APP 有哪些用处？MSC 有一个叫 MSC for Me 的一个应用程式，那这个程式呢有一些应用上的小技巧，比如说，如果你在邮轮上你想省时间，不想错过任何事情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应用程式这样子。那它有哪些用处？MSC for Me 呢，它的应用程式有一些用处哈，它的应用程式是官方使用，就是说 MSC 邮轮的官方应用程式，它可以帮助你在邮轮上翻找一些你的活动，比如说你想参加一些就益智型的娱乐活动啊，或者说就是瑜伽啊之类的，还有跟你的朋友打电话保持联系。它应该不是打电话，就是传简讯之类的联系，都可以使用它这个 MSC for Me 这样子。那这样子它还可以做什么？你可以用它来办理登船前的一些手续，还有在船上看一些航行的讯息，你现在在哪里啦？还有预定活动，还有餐厅啦，收到有关促销啦，还有优惠的活动啦。好，这些活动可以直接在上面就是了解到。那你可以预定 SPA 的服务啊，对，就是可以第 SPA 服务，有时候第2次订的时候还可以有优惠哦。然后还有设置个人的喜好。你比较偏好的餐厅有哪些？你可以在上面设置，还有活动的讯息，有兴趣的活动，你可以在上面预定，等等嘛，很多很多。船上还有可以跟其他的亲友聊天，还可以分享自己的照片、影片给其他的亲友，这样子。对。所以看免费的表演是要预免费，因为很多人所以一定要先预定啊。那免费的表演要预约，可以透过除了 APP 之外。在我们电梯旁边通常都有一个大型的萤幕，它可以在上面直接用手触碰，你可以在上面选择像麦当劳对，就是可以做触碰的萤幕来选择你要的游戏活动啊项目。建议啦，最好赶快买，而且尤其是付费的，一定要提前预订。所以就是座位有限，就是赶快预约。对，建议你就是提早预订。要付费表演的话，官网还有8折的优惠。那现在现场，你如果到现场的话，你可能要多负担15%的这个税。这样子贵很多，贵了。因为表演都是要收费的，而且他们很辛苦，他们从早上就开始排练到晚上，然后才开始表演给你看，所以很辛苦。那在船上会不会不太无聊？可以参加一些活动啊，像邮轮上办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都可以参加，像有舞蹈啦，健身啦，泳池游戏啦，或者是一些手工艺啦，舞蹈那个叫什么团队对抗的游戏啊，主题派对啊，下棋啊，这种动态静态的卡拉 OK 啊，爱唱歌那个艺人秀啊，粉丝之夜之类的，猜谜还有一些体育活动都可以。这样的活动算蛮多样。参加活动有需要预约吗？大部分是不需要预约的，就是直接到现场去参加，可以排队参加的。那像我看过有那种，就是他只是打个高尔夫球杆，然后一杆进洞那种游戏，竟然排了满很长的队伍，因为大家其实都很喜欢参加活动嘛。对，大部分活动是不需要预约的。那你可以有些活动需要预约，你就要提前预约，可以通过 MSC for Me。这个软体进行预约，这样船上的，或者是说到船上的活动中心进行预约。对，那参加资格呢？大部分活动呢，对于有年龄都是开放的啦，比较没有年龄限制。那有一些活动可能它比较激烈的话，可能会有年龄上面的限制。那你可以先参考一下活动的说明，这样子。那哪些活动是免费的？大部分活动都不用花钱，有些活动可能需要支付费用，比如说舞蹈课程啊、健身教练课程啊这些。所以我搭日本出发的邮轮，想要提前在台湾下船，需要支付费用。如果临时有事情要下船的话，需要支付费用
好，那像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以 MSC 冲绳台湾航线呢，它是允许乘客提前下船的，但是如果你要提前下船，需要提前至少48小时通知船上的一些客服中心，并且填写一份申请表，然后你也需要确认你的目的地的国家是否也需要签证或者需要其他的文件，那以免遇到问题这样子。所以提前下船需要支付哪些费用？提前下船的费用根据你的航线啊，还有你的舱房类型啊，还有下船的港口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讲，提前下船的费用包括以下几个项目哈，你支付的船票费用是没有办法退还的，对，你需要支付剩余航程的邮轮服务费用，每个人大概是200到400块。然后你需要支付剩余航程的港口税，还有其他的税费。那你可能需要支付额外的行李运送费用，还有其他的服务费，这样子。所以提前下船也是要支付不少费用。可以这样讲啦。但是提前下船，你可能就可以早一点回台湾啊，或者是你提前下船，你支付的费用呢，可能会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啊，比如说像台风啊，或者什么各种原因，或者身体不好，你有诊断证明书，医院提供的诊断证明，你都是可以提前下船，而可能不需要支付其他的费用的。但是你需要向 MSC 的客服呢提供相关的证明。那我要确认我的保险是否涵盖提前下船的情况，有些旅游保险可能不会涵盖这些费用。对。如果你的保险涵盖这样的费用的话，你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对。那 MSC 乘客可以享用哪些免费的饮料？其实我们都是很喜欢免费最好，对不对？如果你在 MSC 官网购买船票的话，你可以享用以下的免费饮料，包含瓶装水，像矿泉水、气泡水，或者是咖啡，像意式浓缩咖啡啊、美式咖啡啊、拿铁、卡布奇诺啊、绿茶，像这种都可以拿。好像很兴奋。在官网可能比较有这个福利啦。对。那如果是在旅行社购买船票的乘客那也没关系。如果你在旅行社购买船票的乘客就没有包含这些饮料，但是你可以自费来使用这样子。所以在船上可以享用的哪些免费的饮料？船上乘客在船上自助餐台上面可以取用免费的冷热水啊，还有冰块，像热水加冰块就是一般的水，就是冷热水就是一定会免费的。对，建议可以。瓶装水的话，你就是可能要自费这样，或者是就是订他们。对，其实偷偷告诉你，因为我们那个船它是把海水吸上来，然后把它转换成为一般的饮料、一般的水，所以建议还是加热之后，然后再喝。所以你可以用热水加冰块变成一般的水这样子。那关于这个部分，因为至少它保证了所有乘客他可以喝水。好，那这样我们可以带饮料上船吗？带饮料其实 MSC 荣耀号它是有一个条文，就是禁止客人自己携带任何饮料上船啦，包括酒精饮料啦、非酒精饮料或者是软饮料都不能带。可是日本有很多很好喝的饮料。对，所以你在岸上尽量喝啊。就是下船的时候赶快去喝这样。对。那哪里可以抽烟？有些朋友可能会有吸烟，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它的吸烟政策。所有的室内场所都不能吸烟。好，那禁止吸烟。好，包含餐厅啊、剧院、酒吧、休息室、走廊、电梯、慢跑道都不能吸烟。好，靠近限制区域，比如食物场所、儿童的游戏区，还有泳池、室外的区域都不能吸烟。那邮轮上的中央公园，还有木板路社区都不能吸烟，还有客房里面跟阳台都不能吸烟哦。那这样子，他哪里可以抽烟呢？就听起来好像很少，对不对？那它有一些指定的室外甲板区域，还有露天的酒吧都可以吸烟这样子。吸烟的客舱可以提前预定，
就是你可以那个客订那个舱是客舱，它可能有吸烟，是它可以吸烟的客舱，可是你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部分的邮轮呢，专门的吸烟区跟有一些部分的赌场，它是可以吸烟，但是你吸烟的时候，你不要把烟蒂丢在地上，你这样可能会引起火灾。那荣耀号的晚餐秀有服装要求吗MSC 荣耀号的晚餐秀呢，就是荣耀之夜，它是一个源自于欧美的优雅的风格，要客人穿上一些正式的服装哈。那就是关于这方面呢，其实你可以穿正式一点这样子。所以我就要把西装拿出来。对对，就是可能家里面古早的西装就把它拿出来穿不下的那种穿不下硬撑把它撑起来。那如果你要穿的规定是什么？男生的话就是正式的我讲的这个基本哈，就是它上面规定的啊，就是基本的正式西装，包括西装外套、衬衫、领带、皮鞋，像这些东西。女生的话就是穿正式的晚礼服啊，或者长裙啊，或搭配高跟鞋或凉鞋。不过这个就是规定啦，对对对。突然觉得男生的规定反而比较好达成。对，因为男生基本上都会有一套西装，但是女生不一定会有晚礼服。对对对，那你如果没有符合这个条件要求的服装呢，你可以向邮轮租借，或者是邮轮提供一些西服、晚礼服的正式服装的租赁服务的话，你可以去租借这样子。那租的话应该不便宜。应该是不便宜的实际上，你可以在晚礼服的晚宴的时候穿一般的服装也可以啦。基本上不要太过邋遢，或者是说不要穿拖鞋，穿一些就是不是很正式、格格不入的衣服都可以。对，那就是至少要穿就尽量不要短裤啦。像穿个长裤啊，或者什么都可以。长裤。对。那网络的问题呢 ？MSC 的荣耀号的网络哈，它是有提供免费的 WiFi， 不过这个免费的 WiFi 来讲的话，它可以访问一些基本的网站，像是邮轮的网站，好，或者是天气预报，或者是新闻等等这些。对。那假如我想看影片或者是玩手游呢？玩手游，对，这样很快啊。那基本上购买的付费 WiFi 呢，就是可以有套装的付费 WiFi 型的这个套组，可以访问更多的网站，比如说像是 APP 啊、Facebook 啊、这个 YouTube 啊，还有玩一些小游戏啊，基本上它的速度可能没有你想象的快啦。对。那这样价格是多少 ？MSC 荣耀号有2种的网络套餐可以提供，标准的方案大概是60块钱美金。那这个时间包含整个行程哈，就包含比如说你是6天5夜，或者是5天4夜，那可以自由的上网，还有可以看影片。那优惠方案还有一个就是40块美金，那就是只能用来打字聊天。对。那我想在岸上也能用网络呢？岸上你可以购买日本的岸上的网路网卡。日本岸上的网卡可以在冲绳还有石垣岛等等享有网路。那么并且在邮轮离开的时候呢，接近陆地2个小时，也就是说接近或者是离开的2个小时内都可以有网路这样子，你就可以收到地上的网路。所以有的人他可能会用这个方法，就不买邮轮上面的网络，直接买陆地上的网络了。邮轮上的晚餐有个餐厅可以吃吗？对，就是你有一个荣耀号的晚餐有2个选择啦哈，就其中一个是开放20小时的自助餐厅，还有一个是主题餐厅。我们刚刚有讲了3间主题餐厅，你是不是有点困？好，那自助餐厅是什么样的？自助餐厅是接近那个全天候开放的餐厅。那像
早上6点到晚上凌晨1点，像这样子的长时间都提供各式各样的餐食，包含披萨啦，包含沙拉、水果啊、肉品啊、熟食、冷食、面包啊，面包都是前一天做的，素食区、甜点区、汤品区，等等，还有日本料理啊等等的，都可以自由的这个进入，然后不需要付费。因为我们之前是坐欧洲的邮轮，所以那种食物就是会偏欧式。对，那这次是日式，我就蛮有一部分日式啦，就尤其是早餐的部分，它会有提供日式，像稀饭啊什么的，像那个什么纳豆啊，等等。听起来很丰富，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食物。对，自助餐厅的菜色呢都非常的丰富，可以满足不同需求。不过呢，除了黑咖啡之外的咖啡品项，还有酒水都是需要另外付费的，大家要注意。那如果喜欢喝可乐的，或是你刚刚说的酒水，我也非常喜欢喝零卡可乐可是很可惜那个是需要付费的。那像酒水，它可以买个套票啊，那买个套票节省一些费用，因为如果你一天你可以喝个5、6瓶、6、7瓶的话，你是可以买套票的啦。那一天需要1、2杯就好了，那种人那就不需要了。那你可能就单买就会比较划算这样子。那主题餐厅呢？主题餐厅呢是需要预定的餐厅像提供3道式的西餐菜色，那么你可以在房卡上面看到你的分配的桌号啊，还有主题餐厅的名称，那地点跟桌号都在上面。晚餐的时间呢就是有2个时段啊，有的人可能搞不清楚就是因为欧洲人他们吃饭可能比较晚，他们可能都是8点以后才吃饭，所以他晚上的时段是一个是6点半，一个是8点半。那我们通常是选6点半嘛。那其实也是有人会选2到8点半再吃，反正有自助餐厅对，2选1。这样好像是在高级餐厅吃饭的感觉。对，而且都有中文菜单而且服务人员也会随机在旁边。所以像如果这样子，这2个时段迟到的话，也就是不能进去。对，就是你6点半就是要6点半，好，那你8点半就是要8点半，迟到15分钟以上，你可能就进不去了，就只能去自助餐厅。对，就是这样。那退税时护照的问题，有些邮轮公司会在登船的时候收走客户的护照，像公主号啊之类，可能这些就是会让人家很担心啊。如果在日本购物的时候你想退税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像这样子的话，在日本买免税商品必须出示自己有效的护照，那你这个护照才能让你免税嘛，对不对？那这样如果收走的话怎么办？那有以下几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登船的时候呢，跟邮轮公司申请保留自己的护照，并且说明说你需要用它来退税。那如果呢邮轮公司同意的话，那你就可以将你就是拿出来你的正本，拿来做免税退税的动作。那如果邮轮公司不同意，那你可以请邮轮公司申请在日本境内的时候就取回你的护照，然后离开日本前再交还给邮轮公司。就是下船拿，然后回到船再还回去。对，那如果邮轮公司也不同意你这样临时取回护照的方案的话，那你可以要求邮轮公司提供你的护照正本的影本，那并且在影本上面注明说本人同意使用此影本呢，按这个印件办理免税手续这个字样，而且经过你的签名，盖上陆客许可的日期章，这样子你就可以拿来使用。不过不保证每一家都可以运用这种方法帮你退税，毕竟它是影本。所以荣耀号的基隆港出发航次会收取旅客的护照正本。这一次 MSC 荣耀号基隆出发的航次，旅行社它是没有需要收取旅客护照的正本，那需要由旅客自己来携带就是护照到码头办理登船的手续。至于会不会上船的时候收走护照，那可能需要到时候再确认了，因为这个邮轮它是没有在台湾停泊过，对，第一次，对。
那要不要复习一下日本的免税条件？好，日本的免税条件有2个哈，第一个是消费金额需要在同一家免税店超过5000日元不含税的消费品，或者是超过5000日元的一般商品。什么是消费品？什么是一般商品？消费品就是日常生活用品比如说化妆品食品酒类等等的。一般商品就是指非日常的生活用品，比如说电子商品、服装、包包等等。免税可以省多少？免税在日本消费税是10%。如果你购买商品超过5000日元的话，那么就可以免去500日元的消费税，那么相当于打了9折了。而且 MSC 荣耀号登船的时候，行李重量件数是没有特殊限制的，你能搬多少就搬多少。那根本就可以去大采购啦。是，你准备好了吗？所以代购可能可以用这种方式那可以了解 MSC 的会籍匹配条件。你可以MSC 荣耀号呢，它的邮轮有许多家的酒店集团可以做会籍匹配的服务。其实这个东西很深简单来讲，我们只能做简单的说明，就是你只要有其他酒店集团的高级会员卡，那你就可以申请这个 MSC 邮轮的这个金卡或者是钻石会籍。那你比如说万豪白金可以匹配到 MSC 的金卡，然后大使可以配到钻石卡，希尔顿的金卡可以匹配到这个 MSC 的金卡，那钻石可以匹配到钻石，也就是高级卡通常都可以匹配到钻石卡。洲际也是一样温德姆也是类似，然后凯悦酒店的环球会员可以匹配到钻石，然后香格里拉大概是钻石卡。那不一一列举，因为太多了，各式各样的匹配，邮轮的也可以用来匹配这样子。那假如我有2个或者是3个那种集团的会籍都是高卡可以，你可以用2个集团的会籍截图，然后放在一起上传给他同时一起申请，你有可能用2个金卡换到1个钻石。那要怎么申请会籍匹配？你可以通过 MSC 的邮轮的官方网站来申请在申请的时候，你需要提供你的个人资料，还有其他的邮轮的集团的会籍资料讯息，就是截图这样子。会籍的福利如何连接我购买的船票？你可以写信给原来预定的官网或者是旅行社来连接你的会籍，或者是订房讯息上面这样子。那申请会籍匹配有什么好处？这个是重点了MSC 邮轮的金卡会员，它最大的好处就是1个小时的热疗 SPA， 你可以去享受到热疗 SPA 区，你可以去这个泡汤，然后这个热疗区它是8点钟就关门了，晚上8点，所以而且是金卡一个人本人可以享用，你不能带任何人进去，还有免费生日的蛋糕。在你生日的时候，洗衣跟邮轮的航程呢，就可以有5%的折扣，还有船上的 WiFi mini bar 10%的折扣还有 F1 赛车游戏等等的5折的优惠像这些都是金卡的福利。那钻石卡更好，它除了金卡的这些福利之外呢，它可以优先上船、优先下船。还有就是免费在邮轮上任选一家自助餐厅用餐1次，可以携带1位宾客一起使用这个自助餐厅，然后还有钻石会员专属的派对啦，还有它的香槟、巧克力放在你的房间或者是洗衣服务的15%的折扣，但是它的福利通常这个温泉福利通常都是只有1个人。所以，如果房间有2个人，就是每个人都要自己都是钻石或者是黄金，就可以2个一起去使用这样子。那这个优先上船跟离船是什么意思？优先上船其实你可以比别人更早上船。比如说我们2个人一起去的话，我们就比人家更早踏上船上面去享受船上的设施。你可以先去游个泳，先去干嘛都可以这样子。你可以先抢先享受邮轮上的一些设施跟服务。那
钻石会员的优先上传可以带几个亲友一起上传哦。因为钻石会员可以购买一间邮轮房间，然后整间旅客最多会有4个人享受钻石待遇，一起优先上传。那可以帮小孩子申请金卡或者钻石会员小孩子哦，因为18岁以下是没有办法申请会员的，所以是没有办法的。Aria 跟 Bella 跟 Fantastica 的体验有什么差别？哦，对，它是3个等级啊，就是 MSC 的邮轮 Bella、Fantastica 跟 Aria， 它的体验呢最基本的就是Bella 体验就是在 MSC 邮轮的标准套餐邮轮的体验里面呢，它是不需要另外再花钱，就是享受邮轮上面基本的住宿啊、餐饮啊、娱乐这一些，还有像儿童使用的俱乐部啦或休闲设施，这些就是它最基本的这样子。贝拉体验的房间都位于船上的那里。就是可能位于船的上面比较不理想的区域，像是船头啊、船上面的船尾啊，或者是说噪音比较大的地方。如果夜总会在你的上面，或者是你可能就是比较容易感受到比较容易半夜有刷洗声音的地方，这样子。那 Fantastica 呢 ？Fantastica 它的体验就是基本的由设施之外呢，增加一些额外的福利，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自己房间的位置，还有用餐的时间。如果你选择了 Fantastica 阳台舱房，你可能有一个玻璃的阳台的格栅，或者是可以坐着就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海景啊，可以选择自己的房间的位置跟用餐的时间，这样。Aria 的体验又有什么不同呢？Aria 提供的是 Fantastica 的体验的所有的好处呢，并且增加了一些额外的福利，比如说像灯塔用餐不用排队，还有选择任何时间呢到餐厅吃饭。那它主要就是都在灯塔餐厅使用，它可以免费进入顶级的专属日光那个日光浴的区域呢，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去，然后享受到更加尊贵跟奢华的邮轮体验服务。那 Google 翻译如果离线可以用吗？免费的 Google 翻译啊，它有些网友会问说要怎么样离线使用哈？其实离线使用 APP 的优点有很多。首先可以随时随地的翻译啊，你在邮轮上面不需要网络的地方，你都可以随时就是去了解到那个英文或者是那个日文它是什么意思。像 MSC 荣耀号的餐厅、酒吧还有休息室的一些 menu， 它上面你可以拍照，然后把照片直接翻译成你的语言，就是像中文。那直接用 Google 的智慧相机拍照呢，就可以离线的使用，这样子。那这些东西要做怎么准备？在离线模式下面，你可以先下载你所需要的语言档案，比如说日文啦、中文啦，还有英文啊，这3个语系，你先下载到你的手机，你就可以使用 Google 的智慧相机离线翻译这些资料。那在 MSC 荣耀号上面的菜单啊、海报啊，像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直接用照片直接拍照下来翻译这样子。船上的游戏的储存金在船上购买会有优惠吗？有。游戏储存金有时候会有一些优惠哈，比方说预付150块美金的话，可以多送70块美金，总共是220块的美金可以使用。那如果是150块，大概可以玩 F1 赛车2次，保龄球1次，或者是XD 互动电影可以看1次，VR 迷就是虚拟实境1次，或者是一些 game。那个电动玩具机5次这样子，差不多是这样子来看，这样子。这样还蛮划算。那这样除了预付优惠外，会金会员以上的旅客有什么优惠吗？MSC 的金会员呢，以上玩 F1 赛车还有享有5折的优惠哦。那比如说，假设14块就可以7块钱就可以去玩。好像这样，原价的1半的价格就可以玩到 F1 赛车了。那这些
船上游戏的储存金有没有使用限制啊？储存一次可以用多久？是的，游戏的储存金只有在 MSC 的邮轮上面可以使用，那不能兑换成其他的商品，也不能兑换成现金。那它有效期限是1年。哦，对。那这样子，我们到冲绳是可以在冲绳上面过夜吗？我们也会想要去过夜哈，因为冲绳实在太好玩了。MSC 的邮轮停留的冲绳的2天呢，可以留在冲绳过夜1个晚上这样子。对。那如果在冲绳过夜要注意什么东西？如果说你在冲绳过夜，你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你需要携带你的护照啦，然后你的护照内页的影本，这个上面有盖你的许可章啊、上路许可章啊这样的影本啦。那船票跟房卡你也要带在身上，因为你上船的时候需要。然后另外注意邮轮的停靠时间呢，你不要错过你上船的时间。对。那假如错过登船怎么办？那就 Oh my God 了。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去找一个地方住，那你自己回家这样子，你看要搭飞机回家。所以一定要记住邮轮停靠的时间。对，一定要，而且你不需要提前办理登船的手续，只要在上船的时候将你的物品，就是拿到 X 光机接受检查，这样就可以了，就可以上船了。那可以不用下去住吗？可以啊，可以啊，你就是在船上玩船上的设施，就是你如果就不用下去。如果想要住就去自己额外去住，你2天里面你可以住在船上，你可以选择住在岸上这样子。那邮轮上的 YC 房是什么？那个 YC 房就是 Yacht Club 的简称哈，它是一个俱乐部的这个舱房，简称 YC 房。YC 房最便宜的是内舱房，大概一个舱房大概$2000左右。虽然是 YC 的内舱房，但是只要预定这个舱房基本房型，就可以享受到欧洲贵族一般的这种优雅的私密空间。那入住 YC 套房，除了可以就是房间比较大之外呢，还有享受专人的私人的行政酒廊、甲板跟泳池的一些服务。你可以远离人群啊，你可以不会有喧嚣感，享受人少的安静跟舒适的感觉。那这样入住的房客都不会出门了吗？也不是啦，但是 YC 房的优点就是，它可以让旅客享受优先登船啊、下船啊、专属的中文管家服务啊，还有 mini bar 可以一直喝、一直吃，然后咖啡机免费喝，冰箱还有所有饮料都不用钱，免费享用餐饮啊，还有一些精致的各国美食，所以很少人会想要下船，大部分人都想待在船上。那 YC 房这么好，真的是不想下船。对啊，那个 YC 房的旅客除了享受各种的一些服务精致的世界美食之外呢，他可以在温泉泡汤啦，泡到手指头都皱掉啊，然后或者是烤箱，还有冷冻的房，就是你外面太热，你可以走到冷冻房里面稍微就是让你的暑气全消，这样子都可以好好享受它的一些待遇，这样子。所以人家说只要你上了 YC 房之后，你以后就很难回去了，就是以后都必须要住在 YC 房。哇，可以在海上泡温泉，那一定是很好，很舒服。没错没错。YC 房的温泉按摩池是专属的，就只有他们可以使用，而且不用担心被其他乘客的打扰保证吃好睡好，而且房间的弹簧床还是用就很高级的那种贵族式的弹簧床，所以可以每天晚上得到非常好的休息。因为它在停靠1晚，所以我们如果要自驾的话，驾照要怎么去准备？对，这个要事先准备好，很简单，你只要带你的身份证跟驾照到监理站或者亚东关系协会，然后你申请驾照日文译本，它不是申请国际驾照，是就是驾照日文译本，这么方便对。所以不用申请国际驾照。对啊。台湾跟日本有签署驾照互惠的协议，所以只要有驾照日文译本
就可以在冲绳合法的开车了。那这样办理流程呢？办理流程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填表，然后缴费，等待1个小时就可以领取喽。那还有什么事项？驾照，注意的驾照是必须是有效的啦，而且驾照的是原件，就不能拿复印本去，然后而且要准备2张2寸的照片这样子。那什么是电子行李条？电子行李条就是一种无纸化的一种行李条，就是自己把它印出来，它会在出发之前7天寄到你的电子信箱、电子邮件里面，然后你就把它就是 print 出来这样子。所以要怎么使用？你只要预先将这个 MSC 的邮轮的电子行李条印出来之后呢，照上面的对折折好，3折折好之后绕一圈，然后在提把上面用订书机把它订一下，然后就可以了。那这样有什么好处？电子行李条呢，在登船的时候可以节省登船的时间。如果行李条有延误或者遗失的话，也可以很好找出来。那基本上，因为 MSC 的作业流程呢，会比其他的邮轮快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它有电子行李条，它可以快速的收取行李这样子。那在邮轮可以带什么东西，跟不能带什么东西？对，好，这个问题也很多人想要了解哈。在邮轮上面，每个乘客都可以带新台币2万块钱的免税购物的商品，以及5部的3C 产品。如果你已经满20岁，你可以携带1公升的酒类，那200支的卷烟，然后还有25支的雪茄跟1磅的烟丝这样子。那这样就其实跟飞机差不多差不多了。对，那什么东西不能带？也是会有不能带的东西哈，像爆炸装置、非法的药品或者是尖锐的物品、枪支体育用品、棒球棒然后或者是是不会有人带枪支啦，但是如果不幸你不小心带上去，滑板，然后易燃物品发热电器，还有就是吹风机这种东西，煮水器，好像这种煮东西用的东西都不能带哦。好像熨斗这些都是不能带的，所以不要带。还有就是空拍机，有些人想要说拍看海上面的都不能带哦。然后你没有装进袋子里面的脚踏车，你也不能带，所以要带那种折叠脚踏车，然后装在袋子里面。还有电动滑板车也不能带。那在中途停靠港购买饮料嘞？对啊，就是我也会想多买一些饮料，然后把它带上去，对不对？这是个问题，很好啊。它就是跟你要进去飞机反正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他会检查，只要是饮料东西，他们也是。它不行，因为有 X 光器。那在中途停靠的港口购买饮品的话，就是没有办法，无法在航程当中这个饮用，是因为他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带一些东西上去，你不知道你带的饮料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水还是汽油，对不对？所以带上去的话是过程当中不能，但是警卫可以帮你保管，也就是说它可以放在登船口附近的安检处，然后帮你保管起来。然后你在需要的时候下船的时候，你可以向安官人员索取你本来被保管的东西，你有存根联，你就可以拿去，然后把你保管的东西拿回来，这样子。对。那最后一个问题，我可以在房间内使用多插头延长线吗？多插头的延长线，这个问题其实比较不能完全确定哈。那 MSC 邮轮考量安全问题这方面呢，它是希望房间里面建议不要避免使用多插头的延长线，以免电压负荷过大。那但是部分的邮轮允许乘客携带无突破的延长线上船。什么叫无突破的延长线？比如说上面可能会有很多那种开关的那种延长线那可以到网络上面搜寻一下，看什么是叫无突破延长线。延长线的长度不可以超过10公尺，那插头必须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对，那至于说它可不可以让大家带无突破插头的这个部分，还需要再确定一下。那 MSC 往上直机是什么东西？MSC 往上直机就是在你出发之前，透过网络进行登船的手续。你只需要准备好订单号码、护照号码，然后在 MSC 的官网
跟手机应用程式上面输入一些基本的护照资料，然后记得把国籍一定要输入，像台湾这样子，你是哪一个国家，你就一定要输入那个国籍，要不然你到现场你是无法登记的所以写的个人资料啊，然后还有健康问题，签署合约，这样就完成了。听起来很方便，但是有没有我们需要注意的？有。非常有，就是登船的时候一定要带你的护照而且当天呢，你需要将你的值机跟你的护照内容是一模一样，而且你只有在完成网上值机付清全额，像有些人会忘记付尾款，那就完蛋了。那并且在航行后的20天内呢，完成这个情况，就是你要出发前的20天内，你要完成这些东西，然后才会收到邮轮寄给你的电子机票。办理登机手续会在航行48小时内关闭。那 MSC 荣耀号邮轮上有哪些付费餐厅？MSC 荣耀号邮轮上有5间的付费餐厅。首先是海渡寿司吧、铁板烧，这是一间寿司餐厅，刺身、铁板烧这些一应俱全，而且还有美式的牛排餐厅啊，听说这一家非常好吃。这个美式安格斯牛排，还有日本的和牛控就会很想吃。然后还有就是巧克力工坊跟咖啡屋，这是一位甜点师傅，他曾经2度得到糕点的世界冠军，就用它的名称来当做这个甜点屋，这样子可以自己 DIY 甜点巧克力。接下来就是海中阁，这里是中式的、日式的火锅，你可以自己点火锅料自己煮这样子。那这还有一个就是最后 Hola 的墨西哥餐厅，这是提供一种墨西哥风味的菜肴这样子。那这些付费餐厅会员有什么福利？福利就是像除了巧克力之外呢，那个还有海中阁不能选之外，钻石会员可以在另外3间付费餐厅免费用餐1次，而且携带1位贵宾。对。那住那个 MSC 荣耀号邮轮上如何处理信用卡注册和现金支付？在 MSC 的荣耀邮轮上面呢，客人他不再需要办理邮轮登记的时候去注册他们的信用卡，你就不用在那边柜台这边排队，不用，他们可以选择在船上的任何地方的售货亭将信用卡关联到他的房卡，就是那个售货亭就是位于船上的各个角落，那你就可以在大厅啊，或者是在酒吧啊关联你的信用卡，就是你把信用卡资料输入进去。这售货亭是什么东西售货亭就是自动售货亭，就是一个关联信用卡的机器，游客可以就是把你的信用卡卡号，还有到期日，还有你的那个上面的密码，就输入成功之后呢，乘客的信用卡就可以跟你的那个邮轮关联在一起，他就知道这个房卡是谁的，然后他直接在里面刷你的卡这样子。那要付现金的话，那还有那种现金的机器。那你就找一下，那现金机器直接把你的钱存到这些账户里面，这样子就可以了。那有泳池跟滑水道的冬季的开放时间？对，就很多人会担心说冬天会不会不开放泳池，到时候滑水道没得玩怎么办？那其实冬季是11月到3月，那MSC 荣耀号的邮轮上面的滑水道水池呢，都是开放时间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11点。那滑水道开放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比如说有的时候9点，有的时候10点开放。后来呢，因为太冷的关系，它就关闭了，然后等到下午1、2点，然后再重新开放。开不开放取决于天气的好坏，就是风很大或怎样，可能暂时就没有开放。所以是跟天气而不是跟温度吗？是的，那个泳池在冬天基本上都会开放，但是开放时间跟条件可能会有所不同。那主要的主泳池啦、海洋泳池、儿童泳池，还有室内泳池都有加热，所以它的泳池温度保持在恒温26度C。那露天泳池它是不加热，水温取决于天气这样子。房间里面的音响喇叭它叫那你知道 MSC 荣耀号的喇叭是什么吗？
对，它是一个 MSC 的荣耀号上新推出的一个虚拟的助理，也就是说它可以用7种语言跟你沟通哦，而且其中还包含中文所以当你说 OK， 你可以向提问任何有关于邮轮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演出时间是几点我们的到达港口的时间是几点我们餐厅服务预定的时间天气预报啦，船上的设施附近的景点等等都可以询问这样子。那可以帮助游客哪些事？可以帮助游客完成一些任务，比如说要帮我设定闹钟我要几点或者播放音乐查天气等等预定餐厅，还有查找一些船上的一些活动，它正是一个全能的助理对。那邮轮上的电视安全演练呢？一开始上船的时候，你会做一个安全演练，就是如果遭受到任何安全威胁的时候该如何？因为疫情的关系 ，MSC 的邮轮的它采取电视的这种安全演练，它是一种新的方式，让游客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在第一天透过电视就可以看荧幕里面学习如何进行所谓的紧急状态的撤离。这种方式比传统集合的方式呢，它的更加方便，还有快速，也符合社交距离的要求。这样子那这样有哪些步骤？像在指定的时间里面呢，乘客会收到一条通知，叫他们打开客舱里面的电视，然后并且选择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他们会看到一段约3分钟长的影片，然后介绍了在紧急状态下该如何穿戴救生衣，还有如何前往指定的地点。那通常救生艇的集合站或者救生艇的重要资讯呢，也会在里面公布出来。影片结束之后，你需要扫描荧幕上面的这个 QR code 的码，以确定完成了这个演练。那最后我们要确认一下，是不是现在还是用这个方式呢？这也要再跟他确认一下，这样子。对。什么情况下乘客需要重新观看影片？如果乘客没有扫到 QR code 码，或者是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你可以在任何时候联络你的客房人员，请他重新再帮你播一遍同样的东西，这样子。那在住宿期间，乘客需要注意什么？住宿期间，乘客需要随时把你的房间的门扣好，安全锁。然后使用浴室的时候要注意你的那个不要滑倒了，因为地板湿的，要保持地板干燥，以免滑倒。然后不应该在灯上面晾衣服，也不要在床上面抽烟。听到警报的时候要迅速的到这个紧急出口迅速离开，这样子。那这样子房间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备品？在 MSC 荣耀号的邮轮上面的舱房的乘客可以找到浴巾毛巾洗发精、沐浴乳等等的备品。那钻石会员呢，可以提供额外的拖鞋还有浴衣，那这个就是离开船的时候放在房间里就好了。那有什么是不提供的？对，它是有不提供的东西因为环保的因素呢，舱房是不提供牙膏、牙刷，还有拖鞋等卫生用品，所以顾客需要自行携带这些物品。那邮轮上需要服务费或小费吗？对，每个人呢每晚需要支付14.5元的美元的这个服务费，这是举例啦，因为旅行社或者是不同官网，它的计价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需要在船上支付的话，就是大概约这样的小费。那么值得一提的是，2岁以下的婴儿是免费的。那除此之外呢，费用还包含了每个人的1000元的日本国际观光的旅客费、旅客税。那小费呢？服务费？对，那个乘客可以在船上自由选购任何的饮料套装或者是饮品餐厅或者特色的餐厅、付费餐厅、私人团体活动等等呢，都需要注意额外的付费的服务费，也就是收取15%到16%左右的服务费，这样子。那邮轮上的房间里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邮轮在 MSC 荣耀号的邮轮上的舱房内，吧台上的零食、冰箱内的酒类还有饮料都是需要额外付费的。那怎么计算？
退房的时候呢，这些费用都会直接进入你的仓房账单里面，所以乘客在消费的时候，你要去拿那些饮料来喝，你要特别注意，它是额外付费的。现在是不是在国外流行在邮轮房间做一些吸铁装饰来创造回忆？是的，这个是一个在国外的人他们才会做的事情，其实台湾人不是很多人知道，它是一个邮轮房间吸铁装置，来让人家辨别说这是我的房间，在门口外面或者是门口里面。因为整个船舱都是铁做的，所以可以随时吸出一些经典的一些卡通图案啦，或者是你喜欢的漫威啊、宝可梦等等的图案，你可以把你自己喜欢的磁铁吸在上面，做一些装饰，让你感觉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的感觉。所以邮轮上是可以购买这些东西吗？啊，可以，就是邮轮它有专门在销售一些磁铁啊，或者是纪念品的地方，你只要在那边买上自己个人风格喜爱的一些磁铁，装饰你的门面就可以了。那这样在邮轮买的时候，这些装饰要注意什么事情？就是你不要买太大的，你可能重量太大很容易掉下来。好，你要注意大小，不要就是还有就是你要注意这个环境能承受的重量，这样子。对，好，没了。耶，耶，拜拜。